所有人都认定完整经络穴位实物证据诞生于北宋。失传千年的扁鹊一派只留存古籍目录，可一场地铁施工冒出的诡异渗水，直接推翻整条中医史学定论。楚氏穴墓只存在金玉楚地，为何2000年前楚系墓葬会凭空现身从未被楚国占领的成都平原？网传工地挖出扁鹊本人墓葬，是媒体博眼球的虚假炒作，还是有实打实出土文物佐证？史书只字未提扁鹊一派完整原文，900多枚汉代衣简为何完整封存在蜀地古墓夹层之中？3座连片古墓层层发掘，接连出土颠覆认知的国宝，墓主人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楚人？上古中医3大宗派只剩《黄帝内经》流传后世，失传的扁鹊、白氏医道真的能依靠古墓文物完整复原吗？2012年，成都地铁3号号线军区总医院站地下施工段，一名工人举着手电，抬头盯着隧道顶部不停滴落的泥水，声音发颤开口：“这渗水不对劲，我们在地底10几米作业，地下水向来从地面与侧壁涌出，怎么会从头顶持续往下渗？”工头上前反复查验土层，只能判定是地下含水层渗透，简单安抚工人继续掘进。没人把这桩怪事放在心上。仅仅半个月过后，隧道掘进至站台核心区域，侧壁猛然涌出大片水流，裹挟浓烈厚重的土腥气四处漫溢。水流退去之后，淤泥里飘出数只通体赤红的漆碗，色泽鲜亮，如同盛满新鲜血色。在场工人集体后退半步，心底生出难以言说的忌惮。当地文物保护单位接到紧急上报，负责本次发掘的谢队长带领考古队员火速抵达施工现场。他缓缓蹲下，指尖捻起裹着漆碗的淤泥，凑近鼻尖仔细嗅遍土质气味。短暂沉默后，抬头看向一众施工工人，语气沉稳，提出请求：“麻烦各位搭把手，我要钻进渗水形成的小洞，查看墓室内部全貌。”工人望着狭窄漆黑的洞口，面露迟疑。谢队长侧身弯腰，顺着狭小通道向内爬行。短短数分钟等待，地面所有人都攥紧了手心。当谢队长重新钻出洞口，整张脸庞布满凝重，眼底藏着剧烈震惊。队员立刻围拢上前追问洞内景象，他只吐出一句：“放眼望去，墓室内部全是刺目的鲜红色。”短短一句话，现场瞬间陷入死寂。民间一直流传血墓一说，古时信奉巫医巫术的楚地族群会将墓室整体涂刷赤红颜料，当作往生归处的象征。过往全国出土的标准楚氏血墓全部集中在荆州、河南楚文化核心区域。正史清晰记载，楚国势力从未踏入成都平原，这片土地自先秦起长期归属古蜀国管辖。一座标准楚系血墓凭空出现在成都地下，是躲避战乱迁徙之耻的楚人隐秘家族墓葬群，还是血色墓室承载着别的特殊祭祀含义？谢队长站在隧道工地边缘，快速梳理全部现场线索，当场得出2条关键判断。第一，楚人习惯修建连片家族墓葬，眼下发现的这座血墓绝非单独一座，周边地下必然埋藏其余墓葬。第二，墓室内部混杂大量外来青膏泥，说明曾在古代盗洞盗墓贼打通墓室后，外部泥土顺着盗洞涌入墓室内部。确定2条核心判断，考古队立刻拆分2组开展工作，一组携带钻探工具沿道路沿线勘探，一组走访周边施工工人收集异常线索。地面上方是车流不息的穿山主干道，厚重水泥路面完全无法使用洛阳铲深层钻探，队员只能在道路2侧绿化带、花坛点位逐处打孔勘探。所有人都觉得这样的勘探方式收效甚微，没人能料到第一场钻探就在墓葬北侧50路米绿化带之下探出第2座古墓的青膏泥土层。现场队员全部倒吸一口凉气。勘探带来的惊喜并未到此结束，工人主动向谢队长复述半个月前头顶渗水的诡异经历。谢队长当即向上级提交施工路面开挖申请，获批后直接刨开使用多年的水泥路面，向下钻探第3铲。第3座古墓的墓室盖板完整显露，3座古墓自南向北依次排布。考古队统一编号1号墓、2号墓、3号墓，3座墓葬如同3个位置盲盒，
所有人都在期待地下埋藏的千年秘密。考古队优先开启发掘难度最低的1号墓，刨出表层几十公分厚重木质椁板完整显露。队员目光扫过椁板表面，心头瞬间沉了下去。一条现代城市大型管道直接贯穿整座椁室，椁板之上留存2处古代盗洞，盗洞淤泥当中还清晰出现一枚现代矿泉水瓶。所有人默认这座古墓早已遭到古今双重盗掘，不会留存有价值文物。吊车缓缓起吊拆分椁板，淤泥缓缓从椁室内部向外滑落。淤泥缝隙当中，一张色彩鲜亮的木质人脸突然浮现，在场队员瞬间屏住呼吸，原本失落的情绪一扫而空。所有人立刻手持海绵、毛刷，小心翼翼清理周边淤泥。淤泥内部混杂大量楚木标志性青膏泥，业内流传干千年湿万年，不干不湿之半年。青膏泥密封性极强，隔绝空气水源，能让墓室形成稳定湿润环境，恰好完整保存其木器色彩。这也是墓俑人脸历经2000年依旧鲜亮的核心原因。持续清理淤泥，墓室底部完整显露2具人体遗骸，一男一女2具骨骼完整摆放，男性骨骼测算年龄45岁，女性骨骼测算年龄40岁，属于标准夫妻合葬形制。2具遗骸均脱离原本棺椁内部，随意散落在墓室地面。谢队长结合盗洞痕迹做出推断，古代盗墓贼进入墓室后，直接拖拽墓主人遗骸，搜刮贴身佩戴的金银玉器等随身陪葬品。考古队员细致清理男性墓主全身骨骼，得出全新关键线索。墓主完整骨骼净高达到1.70米，全身骨骼肌肉附着痕迹厚重，左侧肘关节、右侧肩关节骨骼磨损痕迹格外突出，下肢骨骼留存长期骑马形成的平整磨损面，足以判定墓主生前常年骑射，是一位征战沙场的汉代武将。淤泥之中陆续清理出2类关键器物，第一类是钱币，包含秦代半两钱与汉代5铢钱2种制式，2种钱币同存墓室，直接锁定墓主生活年代为汉武帝时期。第二类是方形木质棋盘，棋盘表面清晰镌刻景氏2字。景氏是楚国核心王族3大家族之一，楚虽3户，王秦避楚当中的昭、屈、景3族均为楚王直系后裔。学界流传一段民间传说，项羽生父名为景居，为躲避乱世灾祸，将项羽过继给同族兄长项梁。项羽乌江自刎战败之后，其后代族人恢复景姓，受汉高祖刘邦安置，整体迁徙至蜀地成都定居。若这段传说能够与墓葬线索对应，1号墓这位汉代骑射将军极有可能是西楚霸王项羽的直系孙辈。谢队长当场明确告知所有队员，这段内容仅为民间传说，无正史文字佐证，不能作为本次考古的定论依据。1号墓淤泥深层清理出50余片完整木牍，专业文字专家完成试读。木牍内容分为2大板块，第一板块为汉代官方官府文书，清晰记录汉代完整财产税收制度，商人高利贷从业者每2000钱资产缴纳120钱赋税，手工业从业者每4000钱资产交纳120钱赋税，车马同样划分征税标准，普通车辆每辆征收120钱，商人专用载货车辆每辆征收240钱，足以证明这位武将墓主生前除征战之外，还负责地方赋税征管工作。第二板块为上古巫术卜辞，文字晦涩难懂，现有考古资料无法完整获益，暂时只能归档留存研究。1号墓发掘工作全部收尾，谢队长重新梳理盗洞线索，推断矿泉水瓶是早年铺设城市管线的施工工人遗留。3座墓葬的主体墓室并未遭受现代人为大规模盗掘。2号墓上方建筑尚未完成拆迁，考古队调转全部人力，优先发掘最北侧3号墓。掀开3号墓椁板，同样发现古代盗洞痕迹，椁室内部暗藏双层夹层，夹层是汉代贵族专门设置的藏宝暗。盗墓贼仅将南侧夹层全部掏空，北侧夹层器物完整留存，队员一时无法理解盗墓贼的反常举动。谢队长提出2种合理推测，
第一种推测，盗墓团伙当中有熟知墓葬布局的内部知情人，清楚北侧夹层无贵重金银玉器，直接放弃挖掘。第二种推测，盗墓贼挖掘中途遭遇突发变故，来不及探查北侧夹层，只能仓促撤离。队员俯身清理北侧夹层，夹层内部没有金银青铜等贵重陪葬器，全部摆放成套漆木器、小型竹编筐篮。所有人心生疑惑，墓主人为何将普通漆木、竹编器物当作毕生珍宝藏入防盗夹层？一名年轻队员挪动竹筐边缘，忽然停下手上动作，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：“队长，这里有一尊完整裸体木俑，纹路看着像是经络木俑。”谢队长瞬间快步上前，眼神骤然紧绷。1999国历年四川绵竹曾出土残缺经络木俑，残缺纹路无法成为证实上古经络理论的直接实物证据，学界一直存有巨大争议。眼下这尊木俑形体完整，若表面完整标注经络穴位，将会直接改写千年中医发展史，是足以载入史册的国宝级文物。谢队长立刻叫停所有清理动作，安排队员使用超细海绵缓慢蘸干木俑周边泥水，全程禁止徒手触碰木俑本体，拍摄清晰照片同步发送给院内文史医学双学科王院长，附带文字说明出土完整经络木俑。短短数十秒，王院长的电话直接回拨至工地，语气急促下达硬性指令：这尊木俑任何人不能触碰，不能挪动，原地做好隔离防护。挂断电话不到半个时辰，王院长驱车赶到发掘现场，立刻安排专业文物提取团队，全程无菌操作，将木俑转运至实验室恒温保存。实验室使用高倍显微镜逐层扫描木俑表面，所有人看到扫描结果后全部大为震撼。这并非简单经络木俑，是完整标注穴位的经络穴位俑。木俑全身刻写细小篆字，每条经络走向、每处穴位点位全部清晰标注。在此之前，全球公认最早完整经络穴位实物是北宋公元1026年王维一铸造针灸铜人。故宫现存复刻铜人也为明代仿制器物，依靠实物考古佐证。中医成熟经络穴位理论仅能追溯至北宋3号墓出土的汉代穴位俑，距今超过2000年，直接将完整经络穴位实物证据向前推进1000余年，彻底推翻过往史学界固有认知。清理夹层剩余竹筐器物时，队员发现筐内堆叠大量细长窄条木条，表层附着泥土遮挡字迹，初步清洗表层泥土，细密篆字清晰显露。专业古籍专家一眼判定，这不是普通竹筐构件，是上古制式竹简。秦汉时期竹简形制宽大，书写普及后成为通用文书载体。上古时期识字人群极少，竹简制作极致轻薄窄细，单卷容量有限，留存至今的完整上古竹简数量屈指可数。考古界多数人仅在文献记载中见过相关描述，从未实地出土批量实物。900多枚完整竹简完整堆叠在夹层内部，现场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批竹简将会带来颠覆性历史发现。竹简全部转运实验室开展脱水试读工作，文字逐行破译完成，整个考古界掀起巨大震动。这批竹简完整整理出9套失传医书，内容全部归属上古扁鹊一派。《汉书》明确记载，上古中医分3大宗7大流派，黄帝内经、黄帝外经、扁鹊内外经、白氏内外经及旁支、班固、阅览皇家全部馆藏典籍，仅记录流派典籍目录，从未留下任何原文内容。后世历代医者均无缘见到扁鹊一派完整原文。媒体捕捉到竹简发掘消息，成都挖出扁鹊墓的消息迅速全网扩散，各地网友、文史爱好者持续热议。可考古团队第一时间出面澄清，大众课本记载的神医扁鹊本名秦越人，春秋时期渤海郡人士，和这批竹简对应的上古扁鹊并非同一人。上古传说之中，扁鹊是手持针灸器具的鸟头神医，属于上古医道始祖称号，并非单一个人名，如同鬼谷子是上古纵横学派统称苏秦、张仪，孙膑、庞涓均师承鬼谷子，却不可能师从同一人。秦越人只是后世最出名的扁鹊流派传人。3号墓出土竹简，
是汉代墓主收藏的扁鹊学派历代医学论文合集，并非秦越人本人著。专家耗费数年整理竹简文字，选取7套完整医书编纂出版，添回医简。书中记载陆始祖完整实用药方，现代中医临床医师研读药方内容后，全部产生巨大疑惑。陆始祖药方当中，狂石师祖明确要求药材研磨后搭配酒一同服用。现代医学普遍提示服用中药，抗生素期间严禁饮酒，极易引发身体不适，严重可危及生命。常规中医诊疗也会叮嘱患者服药忌酒。专家结合竹简完整内容，找到合理解释。扁鹊医派极少采用高温煎煮药材的传统疗法，中草药内部大量有效活性物质，遇高温会快速分解流失药效。乙醇属于优质有机溶剂，能够充分溶解清水无法析出的草本有效成分。药酒配伍服用，能最大程度保留药材原本药性。现代各类药酒的源头最早能够追溯至2000年前扁鹊医派诊疗思路9套医书当中，4套半内容全部围绕脉象诊断展开，足以证明扁鹊学派极度重视前期诊查。这一点与史书记载的扁鹊故事完全对应。大众熟知的扁鹊见蔡桓公典故，完整展现扁鹊精准诊查能力。3次面诊精准预判疾病，由表皮逐步深入骨髓。史书还记载秦越人医术传承来源，神秘老者常伤君赠予秦越人丹药，持续服用50日后，能够肉眼直视人体五脏内部。世人因此调侃扁鹊拥有肉眼 CT 般的诊断能力。竹简当中五色脉诊完整记载脉象对应人体五色变化，文字描述细腻直观，完美印证扁鹊学派极致精细的诊脉体系。这套诊疗思路和现代人体免疫学理论高度契合。扁鹊医派核心思想并非用药强行驱除病灶，而是通过针灸、汤药调节人体内部平衡，恢复身体循环稳态，病症自然自行消退。史书当中扁鹊救治昏迷5日的赵简子，仅依靠脉象判断人体稳态失衡，未开具任何汤药。缺日之后，赵简子自行苏醒，和竹简记载诊疗思想完全契合。出土文献中还留存大量独特诊疗思路与古方，每一条记载都在刷新现代人对上古中医的固有认知。考古现场的发掘故事还藏着另一重惊天反转。1号墓、3号墓完整发掘完毕，2号墓上方拆迁工程正式收尾，考古队立刻启动2号墓全面发掘。椁室夹层清理过程中，4套萎缩蜀锦织布机模型完整出土，在场纺织史专家当场失声惊叹。蜀锦核心织造工艺失传超过1000年。新疆精绝古城出土汉代蜀锦护腕，幅宽50厘米织物内部，完整排布17000次，400根金线。20余年全球纺织专家反复复刻，始终无法依靠传统简易器械还原织造纹路。依靠2号墓出土的萎缩织布机模型，现代工匠1:1等比例复原完整汉代织机，成功复刻出和出土文物纹路。金线排布完全一致的蜀锦护腕，失传1000年的蜀锦织造工艺，依靠这座古墓文物完整复原。2号墓墓主人骨骼测算年龄50余岁，腰椎盆骨骨骼出现严重变形磨损。考古人类学专家判定，墓主生前长期保持弯腰劳作姿态，大概率常年从事纺织织造工作。墓室内部出土大量秦代半两钱币，搭配一枚镌刻万底奴3字的私人印章，汉初秦代货币依旧允许民间流通。综合所有线索推断，2号墓女主人早年依靠织造蜀锦谋生，凭借精湛纺织技术积累巨额财富，执掌大型蜀锦织造工坊，是汉代蜀地知名女性实业经营者。2号墓与3号墓直线距离仅45米，两座墓葬共用同一处原始封土堆。考古队员生出全新疑问，两位墓主会不会是夫妻关系？对比3座墓葬出土钱币铸造年代，2号墓女主人生活年代早于1号墓武将，极有可能是1号墓景氏武将的长辈亲属。2号墓夹层内部
清理出3组完整陶制石器，石器内部留存大量动物骨骼残骸，是墓主下葬时摆放的3桌完整宴席遗存。考古饮食史专家提取骨骼、陶器残留食材痕迹，复原出一道早已失传的汉代名菜鸡鲜，制作方式为风干鸡肉撕成细丝凉拌食用，制作思路和如今四川灯影鸡丝、灯影牛肉丝一脉相承，是川味凉拌肉丝最早的历史雏形。全网流传的扁鹊墓说法自此迎来完整彻底反转。这片天回山3座连片汉墓并非神医秦越人的专属墓葬，却完整封存失传2000年的扁鹊一派全部核心理论，完整复原失传1000年的蜀锦织造技艺，清晰还原汉代蜀地赋税制度、民间饮食风俗。3座墓葬的主人是一支迁徙至蜀地的楚国景氏家族。1号墓主是一身戎马的楚国后裔武将，3号墓主痴迷上古医道，收藏全套扁鹊医简与穴位木俑。2号墓女主人依靠蜀锦织造发家致富，是坐拥工坊的实业女商人，一家人跨越几代人，将楚国文脉、上古医道、蜀地织造工艺完整封存于地下。很多人总觉得考古只是挖掘冰冷器物，拆解尘封棺椁可添回汉墓的全部发掘过程，恰恰给出不一样的答案。深埋地下2000年的竹简、木俑、织机模型，从来不是孤立的文物摆件，他们把史书上一笔带过的模糊记载，变成能够触摸、能够考证、能够复原的鲜活过往。那些曾经只存在于古籍目录、民间传说当中的上古医派失传工艺，依靠一次城市施工偶然发现的古墓，重新完整回到世人眼前。真正被泥土完整唤醒的，从来不是3座汉代古墓，而是一段被历史尘埃掩埋2000年的楚蜀交融文明。考古最珍贵的价值，从来不是发掘出价值连城的国宝，而是不断推翻固有认知，不断填补历史空白，让千百年前普通人的生活、理想、记忆重新清晰完整地展现在当下所有人面前。那些沉寂1000年的古人，也借着一件件出土文物，跨越漫长时光，与今天的我们完成一场跨越1000年的对话。